我是王府贵妾，但王爷宠妻灭妾。王妃只顾和王爷谈情说爱，完全不料理内宅。管家大权旁落，我成了内宅掌权者。后来王爷初登大宝，群臣奉我为后，我由妾变妻，入主中宫。那个高高在上的主母，沦为了他看不上的位卑妾室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入府时刚满14岁，恰逢王爷王妃新婚，两人恩爱无比，成为佳话。而我成了佳话里那个碍眼的存在。王妃无心俗事，只知道成日与王爷弹琴煮茶，耳鬓厮磨。于是管家大权旁落，王爷不得已把管家大权交给了我。我兢兢业业做了王府3年的大管家，从无错处，底下奴仆无不信服。如此一来，反而惹恼了王妃。每每她得了空，便会把我叫过去敲打一番，无不是提醒我安守本分，切勿滋生妄念。好在我早已习惯了王妃的做派，这些年倒也过得顺遂。王妃貌美但善妒，对我们这些妾室并无容忍之心。王爷虽痴情，但身份使然，为了应付宫里和朝堂，每年都会迎新人进门。于是我们这些妾室就成了他们爱情的牺牲品。4年里，内宅进了一批又一批的美人，大家都卯足了劲想分担王妃的宠爱。而王爷为了平衡各方势力，纵使偏爱王妃，也少不得留宿他人房中。王妃为此发过不少脾气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无处发泄的她，便选择在次日搓磨那个侍寝的妾室。这原本不关我的事，但那日王妃身边的奶娘把妾室搓磨狠了，那位姨娘转身就投了湖。好在被底下人救了起来，没酿成大祸。这便算了，那奶婆子不依不饶，使了手段，不让姨娘身边的丫鬟叫郎中。那丫鬟无法，半夜3更涕泪连连地求到我这里来。我奉王爷之命统管后院，自是不能让后宅闹出人命，留人把柄，便差人在外面叫了郎中。这一来，便彻底得罪了那奶母。这些年我拿过她几次错处，那奶婆子便对我生了怨怼。又因着插郎中这事，算是彻底把人得罪了个干净。王妃是个极为好面护短的，第2日便把我叫去了她院里。丫鬟什么也没说，只让我在院内跪着。院门敞开，来往的奴仆皆在背后偷偷议论我狼狈的模样。王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她要下我的脸面来羞辱我，好叫府上的人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她为妻，我为妾，她要罚我，我不得不受。跪到日上3竿，我已经开始头晕眼花，汗水浸湿了我的衣裳，膝盖从酸痛变得麻木。就在我快要晕过去的时候，奶婆子端着一盆水全部倒在我身上。我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模样，似乎取悦了她。她眼里闪过一丝笑意，面上却做出一副内疚的做派。哎呀，老婆子，我眼神不好，竟未看见姨娘您在这里，真是对不住了。我还未答话，前头的丫鬟已经走了过来。她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，娘娘今日头疾犯了，方才睡下，白让姨娘走这一遭，姨娘先回吧。我含笑点头。在外院守着的丫鬟闻言，立马跑进来搀扶我。待那些人走了，她才咬牙道：姨娘，王妃也太过分了。看着眼泪汪汪的丫鬟，我叹气：弱弱慎言。后院是王妃的天下，她若想搓磨我，有的是法子。侍妾投湖这件事闹得太大，王爷自然也是知道了。他让底下人找我询问，次日便给那侍妾赏了不少好东西，算作补偿。王爷偏爱王妃，加之心下有愧，自是不可能因为一个妾室去找王妃对峙。这件事便就此接过。往后几日，王妃依旧找不同的借口让我去院里伺候，不是占规矩，就是伺候她用膳，左右不过是些体面的手段，我倒也不惧。这日，王妃刚发落了王爷身边几个不安分的奴婢，又让我去给她徒手剥核桃。恰逢王爷下至归来，见了我有些意外，我慌忙把红肿的双手放在桌下，向他行礼。薛姨娘入府也才是个14岁的小丫头，如今都长这么大了。我虽是王爷的贵妾，这么多年却少有相见的时候。若不是我上管家，王爷大抵也不会记得我这个人。王妃听了动静，忙从室内走了过来，见此冷笑一声。王爷倒也多情，
嘴里说着下旨陪我外出赏花，转头就和别人勾搭上了。想来是我人老珠黄了，不值得你多看两眼。不过是说两句话，你又在闹什么？王爷有些不耐，碍于旁人在侧，多有隐忍。未想这话却激怒了王妃，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好在我是个识趣的，连忙起身告辞，免得殃及池鱼。我刚走出房间，就听里面起了争吵。我闹什么？当初你是怎么和我说的？你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，但是现在呢，你这满院子的莺莺燕燕都算什么？你就是这样爱我的。王婉君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明知道我的难处。说完，王爷好似摔了茶盏。奶婆子从外边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路过我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我听她在里屋规劝，娘娘，你怎么能这样和王爷说话呢？王爷他心里是有你的呀，你又何必钻牛角尖？在之后就是阵阵哭泣声。我不再细听，转身出了院子。晚间没多久，王府上下都知道王爷王妃起了争执，于是醉了酒的王爷当晚便宿在一位擅唱小曲的丫鬟房里。听说动静闹得很大，3更才叫水。第二日便听说王妃砸了满屋子的器具。王爷这一举动无疑是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他自诩得到了王爷全部的爱，王爷宿在其他姨娘房里都是迫不得已，而如今他再也没办法自欺欺人了。对于一个丫鬟，王爷无需迫不得已，唯有心甘情愿。作为王府一个合格的大管家，我请示王爷，给这位美人抬了位分。王爷忧嫌不足，还给她赐了字，又分给她一个单独的院落。不出意外的，接下来几天她都宿在这位婉姨娘房里。听说这是引得2人大吵了一架，王妃当着王爷的面砸了2人的定情信物，于是2人冷战了。冷战的日子，王爷流连在各个姨娘房中。落水院那位气得已经有3天没进食了。奶婆子没办法，拿着吊牌去请了太医。太医前脚刚到，王爷后脚就赶去了落水院。2人自是一番互诉衷肠。第2日，王爷王妃和好如初的消息就传了出来。此时那擅唱小曲的婉姨娘正在我院子揪手帕，见了我，赶忙上前，姐姐，怎么办？王妃她会打死我的。我端起茶杯抿了口茶，毫不在意，急什么？一旦感情有了裂痕，我们就有机可乘了。我虽然不爱王爷，但我爱这无上的权利。大概像我这样的人，就是画本子里的恶毒女配吧。没办法，谁叫我们这些爱情里的绊脚石，也需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这位婉姨娘之前是王妃院里的丫鬟，因为王爷夸过一句，就被王妃打了一顿，丢到膳房去了。我见她实在漂亮，又颇有心计，便帮了她一把。王爷与王妃和好的第3天，王爷外出公干，王妃便趁机夺了我的管家权，又以太后身体不适为由，把我禁足在院子里抄经祈福。往日那些围着我转的姨娘们，如今散得一干二净，生怕殃及池鱼。那婉姨娘倒是悄悄在夜里来看过我，还给我塞了不少银子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约莫100两，估计是她的全部身家了。我倒是有些惊讶，妹妹。婉姨娘红着眼睛对我笑，反正我也是要倒霉了的，还不如便宜了你。我沉思许久，缓缓开口，倒也不是没有解决之法。婉姨娘这才松了口气，姐姐再救我一次，此后我便是姐姐的人了。我微笑，好说。白日里，我穿着素衣坐在院子里抄经书时，依稀可以听到院外传来讥笑声，多是落井下石的。而那红极一时的婉姨娘就更惨了，被王妃以不敬主母为由，打发去当洗衣粗婢了。如今当家的是王妃的陪嫁侍女，前阵子被王妃做主抬了姨娘。瑞姨娘做主后，我的待遇就更差了，发了霉的饭菜，尝不出味儿的茶叶，都成了我日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闲暇时还会时不时地遇到被丢进来的老鼠，如此她还觉得不够，把我身边的奴仆遣散，只得若若一人在身前伺候。若若每每见了我，必会垂泪，我只得安慰道，别哭了，这样的日子马上就会过去了。这一次王爷外出公干了3个月，瑞姨娘为了讨好王妃，克扣府中下人伙食，
而王妃的衣裳首饰却成箱成箱的抬进落水院。底下人已经开始馒头就菜了，就连那些姨娘也不例外，伙食从4菜1汤变成了1菜1汤。府内怨声载道，不少人反抗，皆被瑞姨娘赏了板子。王爷回来时，第一时间去了王妃院子，只见王妃穿着新款的流仙裙，对镜自赏。见了王爷，她像蝴蝶一样扑进了王爷怀里，两人自是好好的亲昵一番。等他第2日精神抖擞的出府时，才发现府上的奴仆皆面色憔悴，精神萎靡。他有心调侃，怎地一个个都跟没吃饱饭似的。赶车的马夫笑了笑，并不多言。李明印此次立了功，被皇上厚赏，下了朝，得了不少朝臣的恭维。他一一敷衍，只为了能早些回家和娇妻分享这个好消息。这边的王爷春风得意，马车外的仆从拈了吧唧。突然一老叟扑通一声跪倒在马车外，此时老叟泪眼婆娑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，奴才家中老父病重，求您把老奴这2个月的月钱结给奴才。熟悉的声音让他不禁掀开帘子，细看之下才发现竟是府中跟了他许久的老仆。他又惊又怒，合拨起来说话。几句话下来，他才知道这老叟被以年老体弱，无法侍奉主君的缘由赶出王府，并且府中还拖欠了他2个月的工钱。他第一反应是荒谬，堂堂王府怎会干出这样的事情？王府堂前，他不怒自威，去，把薛姨娘给我叫过来。管家欲言又止，半晌才说，王爷，如今府上是瑞姨娘当家，李明印府额，自家这个王妃还有多少惊喜是他不知道的，去把瑞姨娘叫来。还有王妃。听到消息时，我正在吃早膳，现在身上没有束物，又被人拘着，人也懒散了下来。若若笑，王妃这次怕是要吃点苦头。我还未回话，门突然被人打开，平时守着院门叫嚣的厉害的老仆子们一水的跪在门外，个个诚惶诚恐。姨娘，之前奴才们也是逼不得已，对姨娘多有冒犯了。我倒是没接他的话茬，放下手中的筷子问，外面怎么了？王爷正在前厅发落瑞姨娘呢，命我们先来把姨娘您接出来。我挑了挑眉，知道了。若若，更衣。我到的时候正碰上王妃，我上前行礼，她绞着帕子冷笑，你也别得意，只要我还是王妃，就容不得你放肆。我还是挺惊讶的，毕竟王妃还是第一个愿意放下身段和一群小妾斗的正室。我含笑看着她，娘娘，日头大，仔细晒着。她嫌弃地横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我进去的时候，王爷正在前厅查账，以前这些活是轮不上他来干的，奈何王妃给他捅了个大篓子。王爷放下账本，打量了我许久，随后扯出一抹僵硬的笑，客气地说，这些天委屈我了。我含笑不答，当然这并不影响他自顾自地把话说下去。薛姨娘，今后这管家权柄依旧交于你手中。王妃自幼在家里娇养惯了，并无坏心，你不要太与她计较。若是以前我本不想多说什么，我们这些妾室如水上浮萍，上位者喜之则怜，不喜则弃。若是正室不大方的，自有搓磨人的法子。王妃虽无坏心，但是其随随便便摆个脸色，自有底下人为难我们。我们下面这些姐妹，体面的可能饿上几顿，不体面的可能还要被当庭辱骂。妾知晓王爷爱重王妃，王妃虽有您护着，也有委屈要受。我们底下这些人无人护着，也无权无势，全都仰仗王爷王妃，还请王爷王妃怜惜则个。王爷似乎没想到，一向温顺不起眼的我竟会说出这样的话，愣了许久，才说，是本王的不是。上位者的怜悯珍贵而缥缈。我对着王爷跪了下去，是妾僭越了。他赶忙把我扶了起来，薛姨娘，这是哪里的话？起来吧，本王并不怪你。权力是个好东西，有了权力，谁也不能随意践踏我。以前我若是说这些，纵使王爷不说什么，身边的嬷嬷都要过来掌嘴了。如今他只会看在我能给他善后的份上，妥协一二。我掌权的第一天，处置了府内一些刁奴，得亏了瑞姨娘一顿操作，底下人才知晓了我的好。掌权之后，竟也乖顺许多。我看着他们乖顺的嘴脸，在心里满意的笑了笑。没有瑞姨娘，我也没法这么顺手的处置了这些个刁奴。后院逐步走向稳定，我坐在院子里嗑瓜子。最近这日子太平静了。
王爷归府了这么久，也没有一件能让他开心的喜事，这怎么行呢？我看向若若，含笑道：去，把婉姨娘叫过来。第二天就得了喜讯，婉姨娘被府医诊出有孕了。这对成婚4年还没有一个孩子的王爷来说，是个天大的喜讯。前2年碍于王妃没有身孕，旁的人也都赐了避子汤。后2年王妃依旧没有动静，王爷赐汤的心已经不如往年那般坚定了。毕竟太医每每诊脉都说王妃没啥大问题，其他皇子每每见了她，都要拿这事调侃她，她也有点担心，有问题的会不会是自己。现在婉姨娘怀孕了，起码替她证明她自己是没问题的。总之，这件事情王爷很高兴，甚至第一时间通知了皇上和贵妃老娘。皇宫里的贵妃娘娘也很高兴，这是她的第1个皇孙，为了表示重视，她赏下了好些礼物。唯一不高兴的应该就是王妃了吧？听说知道消息的那晚，整个院子灯火通明，偶尔还能传出丫鬟们的啜泣声，想来是王妃又在责罚院里的奴仆了。这是没多久，王妃的母亲相国夫人突然上门了，还带着几个强势的老嬷嬷，说是太久没见女儿，甚是有些想念了。我到的时候，王爷王妃正在客厅陪着，几个嬷嬷把我拦在外面，嘴里讥笑：且慢，若是见我家老太太，还得我们去回禀了才是。若若有些生气，这里可是王府，哪里有见客还需要回禀的道理？我拦下来若若，和气地笑了笑：那就劳烦嬷嬷。那嬷嬷冷哼一声，就往前厅去了。也不知道他们凑在老太太跟前嘀咕了什么，我远远的便听老太太讥笑道：一个小小的姨娘想凑什么热闹？打发了吧，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前凑。王妃挽着老太太的手，冷笑：娘，那不一样，那可是王府的管家呢。老太太拍了拍她的手，一脸慈爱：你呀，都怪娘把你娇惯的，竟是还需要别人替你管家。王爷，这次我既然来了，自是要好好教导我家姑娘的。这样吧，这管家之权还是暂且先交回来吧，等我家姑娘实在学不会了，再交出去也不迟。管家本就是主母的权利，王爷虽是不悦，但自是不能说什么。老太太临到40才生下这么个女娇娘，在府里时便万般宠爱，一切只管顺着女儿的心意来。如今得知自己女儿受了委屈，也顾不上会不会得罪贵妃和王爷，便迫不及待地来王府给姑娘撑腰来了。早间便听闻这位是个拎不清的，如今发现传闻倒是一点也没有错。婉姨娘坐在院子里哀怨地看着我：姨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委屈妹妹了，只是这孩子怕是留不住了。婉姨娘苦笑：这孩子一开始我便知道是留不住的。我摸了摸她的手，不知如何宽慰。王妃的性子其实大家都清楚，她怎么会容忍妾先诞下王府长子？王夫人来的第2天，便借口旁的院子住不惯，王妃身边的奶婆子便说婉姨娘的院子最合适不过，冷暖适宜。随后她又装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那婉姨娘怀着身孕呢，怕是不会给夫人挪院子的。奈何奶婆子不过提了一嘴，王妃却把这事放心里去了。不过是一个贱妾有孕而已，若以后个个都像她这般拿乔，我这主母都要去迁就不成？奶婆子眼珠子一转，那就说婉姨娘怀孕，府中人多眼杂，怕冲撞了，要不就以养胎为由，把婉姨娘支去怡芳园，那里又大又清静，说出去也不算是亏待了她。就这么办吧。王妃毫不在意地挥挥手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。婉姨娘在王爷面前哭了一通，王爷赏了她一些珠宝，只说僻静些的院子确实适合养胎一些。事后婉姨娘对我笑：王爷素来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心里，若是真闹起来，大抵还会觉得我不识好歹，恃宠而骄了。怡芳园有些偏僻，晚间时常可以听到隐隐约约的哭泣声。落水院的那位怕是想通过这个法子吓唬婉姨娘，可是他不知道，婉姨娘这从不怕鬼，在他眼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虽然如此，婉姨娘还是装出一副惊魂不定的样子，往落水院跑了几回，皆被奶婆子挡了回去，只说叫她别疑神疑鬼，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会害怕这些。婉姨娘只得哭哭啼啼地回了院子。如此几回，这事闹得王府上下皆知。王老夫人在王府住了5天便走了，同她一道来的4个老妈子则被留了下来。
得了消息，若若兴奋地冲进院子，那王夫人总算走了。我正在调香，闻言笑了一下，这老太太也是爱女心切，做出这等得罪贵妃王爷的事来。她来了这几天又能如何呢？自己家的女儿小时候不好好教，难道靠这几天就可以改变什么吗？若若，王夫人留下了几个得力的老妇，今后有他们替王妃管家，姨娘，那我们今后可怎么办呀？我叹气，自然是让他们鹬蚌相争了。不说别人，就说王妃那奶婆子，怎么会允许别人在王妃面前比自己还得脸呢？既然主母无德，那就废了主母。又过了2月，婉姨娘肚子大了起来，走起路来也笨拙了些。我劝她多走走，她只惨白着脸苦笑。姐姐总是教导我心要狠些，我看你还不如我呢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，王妃不只当你如此，装装就行了。王爷偶尔得空去看看，只觉得她起色越来越差，赏下了不少药材，明面上却没说什么。大家心里都门清着，纵使婉姨娘有身孕，在王爷心里依旧不如王妃重要。李明印这边也有许多烦恼，今天的早膳又有蟹黄饺子，其实他一点也不爱吃，薛氏管家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道菜。王妃管家的日子虽然没有薛氏妥帖，但好歹没有出大差子，他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加之每回只要提及婉姨娘，王妃就闹脾气，他现在也不敢提了，只得自己暗中接济一些。那日他刚下朝，看见府上奶婆子慌慌张张往外走，他直觉不对，连忙叫住：“干什么去？”那婆子慌了神，跪在地上支支吾吾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这才看清是王妃身边的人。回王爷的话，婉姨娘动了些胎气，王妃命我去府外请郎中来。府中不是有府医吗？府医昨日告假回家了。告假？难道4位同时告假？李明印只觉得离谱。那婆子顾左右而言他，李明印也没耐心和他耗，转头去了婉姨娘的院子。院子偏僻，他费了不少脚程。他终于有些后悔把人安排在这么偏僻的院子里了。他赶到门口的时候，便听见里面凄厉的尖叫声。他赶忙往院里跑去，却被王妃院子里的婆子拦下：“王爷，您不可以进去，这姨娘胎位不稳，怕是……”李明印一脚把他踹开。当他看到满身是血的满姨娘的时候，眼睛着实被刺痛了一下。去传太医。王爷，这怎么使的？区一个姨娘，怎么有资格传太医了？其他婆子跪在他身前拦着他：“都给我滚开！”我赶到院子里的时候，就听那婆子啊的一声惨叫，倒在一边。王爷捏着他的下巴冷笑：“他肚子里的是本王的孩子，谁给你们的胆子这样对他？”碍于王爷在场，我也不好表现得太过，只得绕到床前去。我瞧着他脸色惨白，双眼紧闭，不由惊呼：“婉妹妹，婉妹妹，好像晕过去了。”1刻钟后，太医姗姗来迟，看了看满床的血，摇了摇头，赶紧上前把脉。大家都知道孩子没了，唯一所求的不过是把婉姨娘救回来。许久，太医才说：“王爷，最坏的结果想必你已经知道了。”李明印闭了闭双眼，辛苦太医了。王爷到落水院的时候，王妃还在弹琴。蓦然看到王爷站在门口，还有些惊讶：“王爷怎地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正说着，一巴掌就迎了上来：“王婉君，你真的让我失望透顶。”王妃捂着脸颊，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：“你打我？你竟然打我？你有身为主母的样子吗？纵容奴仆生事，刁奴欺主，然后调走府医，这一切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我什么时候调走府医了？那贱婢自己摔一跤关我什么事？为了一个贱种，你竟然打我！李明印，你有没有心？”王爷也是气急了，还敢狡辩？来人，把人证带上来，让王妃看看自己的好家仆。还有你也不用一口一个贱种了。我李明印是圣上的孩子，我的孩子亦是王公贵族，血统不知道比你王家高贵多少。那些个婆子被压在地上不敢吱声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，王爷再好说话也是皇族血脉，这事注定不能善了。我守在婉姨娘床边等她醒来，一直到了中午，她才悠悠转醒。她的第一反应是摸了摸肚子，随后对我笑：“姐姐，成功了吗？”我艰难地扯出一抹笑。王妃被贵妃娘娘传进宫了，身边的那些婆子全部被杖杀，
今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了。婉姨娘艰难地伸出手，想为我抹泪，姐姐不哭，值得的。反正这孩子也保不住，不如利用他为我们谋个前程。只是有些委屈你了。皇宫那边震怒，王妃院子里的人都在一夜间换了一批，王爷也无力阻止。出事后的某天夜里，我在亭子里散步，夏日蝉鸣，繁星满天，倒也驱散不少我心头的愁苦。然后我就看到了喝闷酒的王爷。王爷见了我愣了一下，随后对我招招手，我只得硬着头皮过去。他给我倒了一杯酒，苦笑：母妃当年和我说，若是要娶婉君，就必须迎你做侧妃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小官之女会入他的法眼？我一度以为你是他安插在我身边的眼，后来我抗争不过他，为了娶到婉君，我一言把你娶进府，却执拗的不肯封你做侧妃。我不想让婉君委屈。上次他和我说，他只是看中了你的才能，婉君的性子确实不适合掌管偌大的王府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太自私了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我纳了你，却一直晾着你。我现在终于知道母妃的苦心了，因为我心心念念的女子身份高贵，却不识大体，身居高位却又任性善妒，她主母的职能只能让他人代替了。母妃的苦心，我竟是一直不知。我木然地看着眼前的王爷，原来我突然入府，竟是这样的原因。我一直以为是养父家为了攀附权贵，把我献了出去，为此久久不能释怀。一滴泪从我脸上流了下来。王爷，妾知晓了。王府好大，我刚来的时候都要迷路，后来我又觉得王府好小啊，关着这么多可怜的女子。王爷愣愣地看了我半晌，随即有些手足无措：对不起啊，薛。他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只知道我是他的薛姨娘。我又扬起了一抹笑，妾今日身子有些不适，就不能陪王爷在这里喝酒了。王爷，风大醉酒容易头疼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次日，听说王爷为我请封为侧妃，赐号梁。府上恭贺声一片，我却选择闭门谢客。又过了一些时日，听说贵妃娘娘请旨把王爷调到边塞去了，王爷把王妃也带了过去。大抵是怕京中无人，贵妃搓磨王妃吧。这京都王府后院终于是我的天下。若是以前，我大抵会享受权力带给我的快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是倦了。府上没了王爷，无人争宠；没了王妃，无人受苦。一时间倒也和和睦睦。后来我挑了个上好的天气，回了一趟我的养父家。养母见了我，涕泪连连：我的好孩子，你终于回来看我们了，王府你待的可还习惯？我自是笑，一切都好，母亲，我能活着站在这里，自然是习惯的。在我回去的那晚，我遇到了匆忙下马的小郎君，他因着急，还差点被绊倒。我在暗处瞧着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小郎君似乎没想到暗处有人，仔细瞧了许久，才远远的行礼：阿姐。小郎君曾经是从不肯叫我阿姐的，因为我只比他大1个月。郎君安好。他拱手垂眸：一切安好，阿姐呢？我一回：一切安好。不远处有婆子催促，我含笑告辞。小郎君从门内追了出来，把一盏莲花灯交于我手里。仔细嚼下，我打量了他一眼，确实稳重了许多。听闻他官至3品，想来是未来可期。我怔愣接过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瞧了他一眼，他静静站在原地，朝我挥了挥手。至此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无期。又半年，王爷命我去边疆。王府的姐妹闻言，顿时鬼哭狼嚎，我都不忍心告诉他们。更惨的还在后面，王妃要回来了。3个月后，我到了边疆，王爷的眉眼依旧，却是坚毅了许多。他亲手扶我下马车，一路舟车劳顿，辛苦你了。我含笑：不辛苦，命苦。这一次，王爷倒不是让我来处理内宅的，而是不少军需要有人打理。他的幕僚虽多，却没有擅长管账之才，于是我被他千里迢迢地请了过来。我表面笑嘻嘻，内心骂了他3天。边疆苦寒，我第一次感受到戍边不易。匈奴入侵城门的那天，我3更被人摇醒，周遭乱哄哄的一片。王爷走时，匆匆把一块令牌塞我手里，只说他若回不来，让我拿着令牌去找周将军。我站在院门口，看着那些惶惶不安的老弱妇孺，第一次生出气恼之情。气恼自己目光短浅，
体弱无能，我没有能力保护好这些人。王爷打马出门迎战，临走嘱托我保护好他们。而我又有什么能力呢？我有的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宅斗手段罢了。好在王爷平安归来，也不枉我真心实意地跪了一晚上的菩萨。这次过后，我请了不少教习师傅，王爷见了有些惊讶地瞧着我，薛和和，你长大了。因着我生气的时候总喜欢呵呵冷笑，王爷便给我取了这么个绰号。我也不惯着他，王爷，你也要努力啊。在边疆的这些日子，我们好像都没有像以前那么讨厌彼此，虽然他当丈夫不咋地，当将军还行。这人也不是一无是处。次年3月，圣上大病一场，王爷被召回京城。我不想回去，因为我感受到了自由的味道。我第一次忤逆王爷的想法，我说，王爷，我留在此处为您善后。他想牵着我的手顿了顿，看了我许久才笑了一声，行，还不如不笑。3月后，王爷被封为太子，王妃成了太子妃，而那个总是跟着我身后问我姐姐怎么办的小丫头，也成了府中说一不二的侧妃娘娘。听到消息的那天，若若严肃地看着我，娘娘，你该回去了。是啊，王爷迟早会成为皇帝，而我远在边疆，到时候就尴尬了。我看着若若，指了指幅员辽阔的疆域，看过山川河流的我，并不想再回去了。太子登基的那年，我23岁，刚学会骑马射猎。听说群臣力荐我为后，皆被新皇压了下去。没多久，就来了消息，王婉君成了皇后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我被封为贵妃。曾经的太子，如今的皇帝给我写了封手信，速来打理后宫。得，我和这位爷的关系更像是上下级。后宫的关系很尴尬，皇后像宠妃，贵妃掌后宫。王婉君这些年没怎么变，依旧漂亮，只不过漂亮的脸上多了几分倦怠。皇上刚登基，子嗣稀薄，只有在前底时得了一子。这小子出生3个月就被他爹扔去了边疆，自幼在我身边抚养长大。我猜他是在防着他的宝贝夫人。王婉君袭美艳太监，在宫里养了不少，我这贵妃自是管不到皇后娘娘。后来有一天，皇上终于想起了被自己冷落多时的发妻，去他宫里才发现自己的皇后娘娘和太监滚作一团，一贯仁慈的皇帝第一次杖杀宫人。景仁宫所有颇有姿色的太监一夕之间全部死于非命，后位被废，景仁宫成了大家不敢提的存在。我以为皇帝得颠一段时间，没想到他神色平静地来到我宫里。和和，我们得有个孩子了。孕3月的时候，我成了继后。几个月后，我担下后宫第一位公主，皇上很喜欢小公主，对我这个当母亲的倒没有什么好脸色。这也不怪他，自从他知道我曾经和薛家郎君有婚约后，看我就是这副不咸不淡的样子。好在我从不关心皇上的脸色。秋妃和婉贵妃时常来我宫里，其他新入宫的妃嫔没有赵氏绝对不会来的。我这个皇后当得清静自在，皇帝成了明君，对官员对宫妃多有仁慈，我亦欣慰。我时常感念太后教子有方，所以时常前去讨教一二。毕竟我那小公主从小惹是生非，没有一天消停日子。后来得了薛太傅这个舅舅的教导，乖巧了不少。皇帝知道后又气了1月。后宫平静，前朝却动荡。如是这样过了15年。小公主成亲后，皇帝的身体也一天天地差了下去。某日午后，皇帝约我下棋，问我主意谁当皇帝。这些年他越来越像个皇帝了，对谁都多疑，现在一到我这里来了。我说6皇子，他倒是有些惊讶，朕以为你会说大皇子。我客气，后宫的孩子皆是臣妾的孩子。后来他立了3皇子当太子，我冷笑，小样，就这还想和我斗。后来皇帝死了，他给我留了封信，他说他知道我恨他，也知道我主意的人是3皇子。他说他欠了我很多，但是他需要一个合格的皇后，所以算计了我的一生。他最后还是选择和元后合葬了，他这辈子估计也只认真的爱过那一个女人吧。好在整个后宫都无人在意。我呢，在当上太后的那一年就跑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薛姨娘、薛皇后，我有我自己的名字。我薛晶晶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快乐自由的。
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